回到了7年前廉政的这一天，我们都重视。我和富强结婚7年，也曾恩爱甜蜜，可我们的感情最终还是没能熬过岁月的搓磨。他嫌弃我生不出孩子，更是厌恶我被生活蹉跎的不成样子。后来我才明白，原来富强心里自始至终爱的只有秦叔叔。在我们领结婚证那天，受不了刺激自杀身亡的他的白月光。富强哥哥，最爱你的人是我，你不要和他结婚好不好？谢思怡，这一世你别再死皮赖脸的缠着我，我要跟双双在一起，总比跟你在一起。那好，从今以后你我恩断义绝，死生不见。老婆，今天的欢迎会是专门为了任命你为校董会会长而举办的，你是主角，穿成这样会不会太朴素了一些？你这意思是嫌弃我喽？老婆，我怎么会嫌弃你呢？你不管什么样子，我都喜欢。好啦，都你的。今天参加的成员就只有校董会的成员，还有学生家长，所以没关系的，放心吧。那好，我刚好有临时会议，欢迎会我都安排好了，你先带玉宝进去，我忙完就回来。好。玉宝，爸比不在的时候要照顾好妈咪哦。放心吧，爸爸，我一定不会让别人欺负妈咪的。好了，你快去忙吧，我又不是小孩子了。去吧。这位不就是富士教育机构的总经理副总吗？没想到这么年轻就已经成为富士的高管了。那是自然，我侄女婿不仅年轻有为，还得到了栾城首富副总的青睐。作为富士教育基金会的总经理啊，专门负责着圣乔治国际贵族学校的投资工作管理。不仅如此啊，副总和他的夫人也会出席今天的欢迎会，能把这么重要的欢迎会交给阿强筹办，足以说明副总对阿强的重视。首富副总也会来，他可是出了名的老婆奴。听说之前他有一个跟了他3年的秘书，仅仅因为曾经让傅夫人在办公室门口等了几分钟，就直接被富士开除，再也没有在栾城出现过。这件事我也听说过，而且我听说副总创建圣乔治国际贵族学校就是为了他儿子和他夫人。如果我们能讨好副总夫人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搭上副总这条线了？没错，这次的欢迎会，副总还会亲自任命傅夫人为校董会的会长，还会赠上黄金聘书为证。傅夫人，那岂不就是双双姐了吗？哎，强哥，日后你跟双双姐，一个是富士教育基金会总经理，一个是圣乔治国际贵族学校的校董会会长，咱们这么多年的交情了，你们发达了可别忘了兄弟我呀。那是自然，以后你们有什么需求，尽管跟我开口。谢思莹，多亏上天给了我一次重来的机会，让我选择了双双。这一世没有你的纠缠和拖累，我做什么都会成功。谢思莹，谢慈莹，她消失了7年没有出现，今天怎么到这儿来了？哎呀，他当年啊就跟个狗皮膏药一样缠着强哥，现在见强哥发达，这是要回来抱大腿的吧？看他穿的那么寒酸，是怎么混进来的？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场合，丢人现眼。阿强，季姐都消失7年了，怎么突然出现？
是你邀请的他吗？你们之间还一直有联系？怎么会呢，双双？我的心里面只有你。早在7年前，我就和他断绝了关系。至于他为什么会来，我也不清楚。阿强，我知道你重感情，但是谢慈莹，我可是最了解，跟他那个妈呀一个德行，沾上就甩不掉。你可千万不能心软，赶紧把他打发走。小姑，你放心吧，我会处理好。站住！这孩子，你为了逼我跟你结婚，连怀孕这种事情都是伪造。行啊，如你所愿了，到时上啊！7年，该死的肚子一点动静没有。你知道结果邻居说我什么吗？说我娶了一个败家婆，一个克不命，一个不会下蛋的鸡。我当时那天就是怀孕了，要不是因为你嫉妒我，我要不是为了给你还钱，我怎么会打2份工累到流产？记住我的孩子，他还那么小，他们交的是血啊！你还我儿子！他与我分手7年，这孩子看起来不过6岁，算算时间，难道他当初真的怀孕吗？那这个孩子是我儿子。好久不见，几年不见，你还是和之前一样邋里邋遢。哪个男人会喜欢一个整日不修边幅的黄脸婆？也就我那时候心地善良，以前愿意跟你待在一起。原来在他眼里，跟我在一起是对我的施舍。让开让开，你挡到我了！谢思怡，你就不能别在我眼前晃吗？你瞧瞧你，整天邋里邋遢，跟个黄脸婆一样。要人呀没人呀，我怎么带你出去？带你出去我都嫌丢人。我一天要打好几份工，回来还要打扫卫生，我哪有时间收拾自己啊？倒是你，天天在家里面看电视、打游戏，你还有脸说我？怎么会嫁给你这样的？你，那这么说，我还要谢谢你？那倒不用，毕竟啊，这些年你带孩子也辛苦了，我们也就两清了。思莹，虽说你爸爸去世了，但好歹我也是你小姑啊。就算你过得再不好，也不能消失7年不跟家里人联系啊。姐姐，几年不见，你都有孩子了，怎么不见孩子爸爸呀？我看你苍老了许多，难道是孩子的爸爸不要你，你自己带孩子操劳的？你有什么困难呀，可以跟我们说，不用瞒着我们。要不要我借你点护肤品啊？女人呀，就得好好保养，年龄不等人。不用了，你自己留着吧。你眼角的细纹好像比我还多，别是买到假货了吧？妈妈，这些叔叔阿姨都是谁呀？儿子，我是你爸爸，来，快叫爸爸！你才不是我爸爸呢！玉宝，你别听这个叔叔瞎说，他跟你开玩笑呢啊！富强，大庭广众之下，你别在这瞎说。你老婆就在旁边，想要孩子就跟她生啊，离我儿子远一点。富强，你给我解释清楚，这到底怎么回事？你为什么让谢慈莹的儿子叫你爸爸？双双，当初谢慈莹就借着怀孕的借口逼着我跟她结婚，只不过我以为是假的，所以领证那天我还是选择了你。但是我没想到她居然是真的怀孕。强哥，谢慈莹这个舔狗跟强哥分手了过后，竟然跑去偷偷的把孩子给生下来了。现在看强哥发达了，竟然把孩子给带过来，这心机可颇深啊！双双，这孩子看起来也就6岁，算算时间，肯定是我儿子。反正咱们结婚这么多年也没有孩子，就把这个孩子认了。谢慈莹根本给不了我孩子优越的生活，我一定不能让他带着我儿子受苦。双双，阿强这些年对你多好呀，你有什么可担心的？咱们就大赌一点，认下来。这小畜生总归是富强的种，与其放在谢慈莹身边，终归是个祸患，不如养在咱们自己眼皮子底下。
小姑，你说的对。阿强，我同意把这个孩子认下来，但是你要跟我保证，孩子认下来之后，必须跟谢慈莹断了联系，不能再来打扰我们。叔叔，我保证，以后这孩子就是你儿子，跟谢慈莹一点关系没有。你等着，我现在就去跟他说清楚。副总，给夫人准备的黄金聘书已经准备好了。好，现在送到会场，务必亲自交到我夫人手上。等会儿在欢迎会上，我要正式任命我夫人为校董会会长，把她正式介绍给大家。是。副总对夫人如此疼爱，真是作为丈夫的典范呐。林董事，典不典范的我不知道，但是谁要是敢惹我夫人不动弹，我就让他全家都不动弹。谢慈莹，你现在在做保洁，你那点工资够养活你跟孩子吗？我是保洁，谁跟你说的？我们上辈子结婚7年，没有人比我更能结。毕竟你要学历没学历，要能力没能力。除了外卖和保洁员这种工作，你还会什么？上辈子那是……行了，你上辈子就有各种各样的说辞，从来都不正确，所以才会一事无成。你果然还是老样子，离开了我，只会把日子越过。你这是什么意思？这是30万，算我先帮你，你先拿着钱好好过日子，孩子交给我来抚养。如今我深得副总青睐，同时也是富士教育基金会的总经理，专门负责圣乔治国际贵族学校的投资建设工作。孩子跟着我，总比跟着你强。这钱你拿着，跟儿子断绝关系，别再整天跟个苍蝇一样围绕着我转。这30万足够你找个好男人，平平淡淡的过日子。这钱你拿着，跟儿子断绝关系，别再整天跟个苍蝇一样围绕着我转。这30万足够你找个好男人，平平淡淡的过日子。上一世，我和富强恋爱3年，他从不说娶我，直到有一天得知我怀孕，我怀孕了，这才不情不愿地跟我领证。婚后我放弃出国研学的机会，照顾他的起居生活嘛，围着他转。为了还他欠下的赌债，我一天打3份工，没多久就因为劳累过度流产了。从那以后，他处处挑刺找我麻烦，更是把刚做完清宫手术的我一个人丢在大街上。此后7年，还总是嫌弃我生不出孩子，直到那天。双双，你在那边过得还好吗？我后悔了，我就不该跟谢慈莹结婚。我现在才发现，原来我最爱的人一直是你。如果当初我和你结婚，我们现在是不是会很幸福啊？富强，你这是什么意思呀？你怎么来了？富强，我一天起早贪黑，打3份工养活你，照顾这个家，你现在在这儿干什么呢？你还有没有良心啊？你良心被狗吃了啊！良心？当初要不是你撒谎，说自己怀孕，逼着我和你结婚，双双怎么会受不了自己而自杀？这么多年都生不出一个孩子，你一个不下蛋的鸡！谢慈莹，怎么死的人不是你啊？你混蛋！你个贱人！你敢打我！我要给双双报仇！你给我去死！你放开我！你放开我！为什么死的人不是你？你必须给我死！我是苍蝇，那你是什么？垃圾吗？我给你生孩子，你也配？富强，我告诉你，
我比你更有能力，能给我的儿子更好的生活。这钱就当我瞒你，以后再也不要出现在我的生活了，听懂？谢子怡，你装什么装？今天不就是打林的火在这，你才过来的吗？你听着，我俩好歹夫妻一场，我对你还有感情，你乖乖把儿子还给我，过往的事情我可以既往不咎。你别恶心我行吗？儿子是我用命生下来的，我凭什么给你啊？你是谁啊？夫妻一场，妈咪，这个叔叔好奇怪，你和爸爸不是才是夫妻吗？一宝，你别听他瞎说啊，叔叔是开玩笑的，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到底谁在胡说？谢子怡，你真是无可救药，连自己儿子都骗。你还要我说的多清楚？我跟你没关系，我有老公。你还嘴硬？那你说你老公是谁？我老公是傅延长，跟他说什么呢？阿强，你快把谢子英打发走，待会儿副总就要带着夫人过来了，别让他惹到副总和傅夫人，到时候我跟着遭殃。妈咪，他们说的副总和傅夫人，不就是你和爸爸吗？小朋友，他告诉你他是副总夫人吗？就他穿的这么寒酸，哪像副总夫人呢？姐姐，真没想到你现在为了面子，竟然连自己的儿子都骗。阿强，到时候呀，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教育孩子，不能再让他撒谎。谢子怡，你冒充谁不好，你敢冒充副总夫人？你知不知道副总最疼爱副总夫人？他要是真的，你恐怕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你想死，别拉上我儿子。还有，如果你愿意放弃复员局，我可以把你介绍给学校后勤组去工作，最起码你做保洁要体面，你也能比现在要过得要好一些，不是吗？姐姐，小孩子如果没有父亲的疼爱，对他的成长是不利的。你放心，我们一定会照顾好他的。而且只要你愿意，我可以再给你介绍一个好男人。刚好啊，我有一个朋友是保安队队长，和你啊正好配。到时候呢，你再和自己的老公生个自己的孩子。我真不知道你们是脑子有问题，还是耳朵聋了。听清楚，我现在过得很幸福，不需要你们来操心。而且我儿子的爸爸根本就不是父亲，我儿子有自己的爸爸，他爸爸也很爱他。谢谢。我妈咪说的对，我爸爸是全世界最好的爸爸，比你厉害100倍。你说你爸爸比阿强厉害100倍？谁呀？该不会还说是傅延川吧？对，我爸爸就是傅延川，而且妈妈才不是保洁，我妈妈是校董会会长。这场欢迎会就是我爸爸为了妈咪特意举办的。副总送给副总夫人的黄金聘书到，请副总夫人签收。傅夫人，那说的不就是我吗？阿强，你快看，这就是给校董会会长的黄金聘书，一定是副总认可你，所以我也跟着沾光了。阿强，你真好。双双，我的能力就只是辅助，最重要的是你个人能力有限，不像某些人没能力还不上进，只会耍些歪心思。哇，原来这就是黄金聘书呀！不愧是副总投资的学校呀，连聘书都直接用黄金的制作。还是双双姐厉害呀，能被副总提拔为校董会会长。对了，强哥，双双姐，我家孩子明年呢就该上幼儿园，以后我家孩子上学的事儿还挺麻烦。放心，你是阿强的好朋友，就是我的好朋友。马上，双双就要被正式任命为校董事市长，凭借他的能力推荐一个孩子入学。双双、阿强，你们俩可真给小姑长脸，看我以后那些闺蜜们谁还敢瞧不起我？以后他们孩子入学呀，都得求着我。那是当然。谢思莹，你看清楚，只有我才能给孩子一个好的前途。现在送给双双的黄金聘书已经到了，识相的话，
就赶紧离开。你是怎么确定这黄金聘书就是他秦双双的？笑话，不是我的，难不成是你的？夫人，这是副总为您准备的黄金聘书，请您收起。夫人，这是副总为您准备的黄金聘书，请您收下。哎，这是给你的吗？你就敢拿？你是干什么吃的？连黄金聘书都能送错？送错？副总只说送给傅夫人，这瞎了你的狗眼！我侄女秦双双才是傅夫人，她就是个保洁。看她穿的那身，你看不出来吗？可是副总说夫人和小少爷在一起，可是这在场的只有他带着孩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小姑，算了，双双也是第一次来，她不认识也情有可原，让她走吧。还是强哥大气啊！还不快走！我还是赶紧去把情况报告给副总吧。副总爱妻如命，这些人也非富即贵的，我可得罪不起。双双，这是你的黄金聘书。哎，慢着，我劝你最好不要碰。这是副总给我的聘书，我为什么不能拿？秦双双，这是我的聘书，里面写好了我的名字，要不然你打开看看。一会儿傅延川就要来了，如果他看见你手上拿着我的聘书，他不会饶过你的。如果你们不想得罪他的话，就最好不要碰。你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什么？秦双双，你确定你要拿吗？你有想过这件事的后果吗？那我倒要看看这上边到底写的谁的名字。这个是我爸爸给我妈妈的东西，你这个坏女人不许抢！小孩，这是我的，你把聘书还给我！领导，真是有人生没人教的东西，一点教养都没有。姐姐，你怎么能教小孩子抢东西呢？这长大了不得成抢劫犯呀！你说什么？谢子怡，你疯了！谢慈莹，你不仅冒充副总夫人，还教唆孩子去抢双双姐的聘书，双双姐都没有跟你去计较，你凭什么打她呀？阿强，看着双双被人欺负，你身为丈夫，好好教育教育她。谢子怡，给我道歉！你放开！我凭什么要道歉？我儿子只不过替我说了几句话，是他抢我的东西，他就那样说我儿子，我凭什么道歉？你这个坏蛋，不许欺负我妈咪！我才是你老子，你给我乖乖听话，否则我连你一起教训！你撒谎！我爸爸傅延川，如果你敢打我妈咪，等他回来，我要让他好好教训你。好啊，我今天不教训一下你，不然你连谁是你老子都不知道！哎呀！富强，你欺软怕硬，你除了拜高踩低的本事，你还会什么？你还有脸在这说这个说那个？你就不是个男人，我瞧不起你。富强，富强，你为什么上了半天班，你又不去上班了？你知不知道你这个工作我托了多少人才找到？我们马上又要交房租了，我们不交房租，你不去工作，难道我们到时候都大街上去喝西北风吗？说话呀！你不是工资很快就要发了吗？以前跟房东说还2天，实在不行把你工资钱垫上啊！我很快就会找到工作的，你少操心了，到时候就会把钱还你的。你能不能现实一点？能不能踏实一点？现在外面哪个男人像你一样，30岁了还有女人来养？我怎么会嫁给你这么个窝囊废？真嫌丢人！你真让人觉得恶心！我瞧不起你，你就不是个男人，废物！谢子莹，你竟敢瞧不起我！时候不早了，该去欢迎会了。副总，
黄金聘书已经送进小礼堂，秦双双女士已经收下了。秦双双，她是谁？为什么不知道我夫人什么？她说她就是傅夫人。什么？你发什么神经？玉宝，谢思莹，你瞧不起我，嫌弃我没本事。现在这里最没本事那个是你，你知不知道？其实我最恨的就是你。上辈子因为你，害得双双自杀惨死，就因为我没找到合适的工作，瞧不起我，骂我是废物，说我不是男人。你不就是嫌弃我没钱吗？谁稀罕你的臭钱？放手！阿强在说什么？什么上辈子？什么自杀惨死？我不知道啊。阿强，你就是喜欢钱嘛！你不就是嫌弃我没钱吗？你看清楚，我现在是富士教育集团的总经理，老子有的是钱。30万嫌少是吧？求我，就给你更多的钱。我想起来了，上辈子你不就是因为钱连尊严都不要，你有钱什么都可以做吗？怎么就是个神经病，疯子！大坏蛋，放开我妈咪！上辈子，我为了还富强欠下的赌债，只要能赚钱，什么脏活累活都做。可是，在他眼里，却变成了没有尊严。姐姐，我知道你是因为阿强跟我结婚没娶你，所以你才这么闹的。但是玉宝是阿强的孩子，你不能因为不甘心就毁了玉宝的前途啊！谢子，30万你都不愿意，你到底想要多少啊？你现在混得这么差，怕是连饭都吃不起了吧？给你30万你就知足了，别让强哥的孩子再跟着你继续饿肚子。这孩子是父亲的儿子，那刚才听他们说，这女人都已经消失7年了，现在带着儿子回来了，恐怕不只是要钱这么简单吧？我看呐，他就是看现在副总发达了，想利用孩子上位呢。傅先生落魄的时候，这女人嫌弃他抛弃他，现在又回来勾搭，真是太不要脸了。慈莹啊，你别闹了，要不这样子，只要你放弃抚养权，我可以劝劝双双和阿强，让你到家里当保姆。你既可以赚钱，还能照顾孩子，也不至于跟孩子分开。谢思颖，小姑说的对，只要你抛弃那些坏心思，我可以把你请到家里当保姆。毕竟我现在年薪100万，养你个保姆根本不算什么。你做梦！我有工作，有老公。玉宝的爸爸是傅延川，你想要抚养权，你死了这条心。这个贱人，我才是孩子的父亲，你竟然还教唆他不认我，死到临头了还要装副总夫人，你根本不配当孩子的妈！我算是看清楚了，你还是和之前一样。可恶！小兔崽子，你给老子看清楚，老子才是你爸爸！你胡说，你才不是我爸爸呢！我爸爸是傅延川，你敢欺负妈咪，我得告诉我爸爸。通知林董事，召集保镖去小礼堂，我夫人恐怕出事了。是。这女人也太恶毒了，竟然教唆儿子不认爹。副总，我看也没必要跟他废话了，把他打出去吧。强哥，这个女人可真恶毒啊！要不兄弟帮你教训教训，我保证让她再也不会继续缠着你了。副总，我们来帮你教训这个贱人，日后要是有更多的发展机会，你要优先考虑我们的孩子呀。好，今天你们谁要是能让谢思英服软，日后在交换上我优先考虑他们家孩子。不好，再这样下去，我不仅保护不了自己，玉宝也可能会被他们伤害。我得赶紧去找傅延川。就是你嫌弃我们强哥是吧？你算个什么货色？怎么好意思在这儿闹啊？你这个嫌贫爱富的女人，不仅打双双姐，居然还纠缠强哥，给他们道歉！来，哎呀，真对不起，你走太快了，我没看到才撞到了你。把这处理好，
好的，副总。哎，副总，你衣服脏了，我这就安排人给你送新的。夫人回去管料钱，来不及换衣服。妈咪，你不要欺负妈咪！小兔崽子，你到底认不认我这个爸爸？啊！你才不是我爸爸呢！你们敢欺负我妈咪，我要让我爸爸把你们全都抓起来！你看看你带出来的好儿子，马上副总就要来了，你还要瞒着儿子不告诉他真相吗？既然你说副总马上就要到了，那你不妨问问副总，我有没有在撒谎？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你非要等副总来了亲自揭穿你，你被赶出去了，你才甘心吗？阿强，姐姐不会是乘机要让你在副总面前难堪吧？阿强，谢慈莹肯定是故意要扰乱这场欢迎会的，不要再跟他废话了，把他赶出去。是啊，强哥，要是副总知道有人冒充他的夫人的话，那咱们也吃不了兜着走啊。谢慈莹，你真是不识抬举，怪不得我。来人，给我把他赶出去！放开我妈咪！住手！都给我住手！住手！小夏，你怎么样？哪里不舒服？你终于来了。你放心，有我在，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谢子莹，他是谁？你跟他什么关系？你不是口口声声说你深得副总青睐，怎么连副总本人都不认识？他是首富傅延川，难不成他真是副总夫人呀？听说傅延川宠妻如命，如果她真的是首富夫人，那我们刚才那样欺负她，傅延川不会杀了我们吧？我是听说副总会来我才来的，现在好了，不仅没搭上副总这条线，还把副总给得罪了，这可怎么办呀？阿强，你说句话呀！是啊，强哥，他到底是不是副总？你快说句话呀！谁能告诉我夫人的伤是谁弄的？爸爸，他们全都欺负妈咪了，是他们全都欺负妈咪了。啊不，我们什么都没有做，是秦双双还有富强，是他们两个带头欺负傅夫人的。你要算账，你就找他们，跟我们没有关系。对，就是富强他扇了你夫人一巴掌，还用手掐她的脖子。你们，明明是他先说阿强垃圾，还不让阿强和孩子相认，我们不得已才教训他的。你说谎，你就是故意想欺负妈咪，还抢妈咪的黄金聘书，还说我是抢劫犯。爸爸，他们都欺负妈咪了，你快把他们都抓起来吧。玉宝，爸爸不是警察，也不能把他们全抓起来。但是伤害你和妈咪的人，爸爸一个都不会放过。阿强，你不是富士教育基金会的总经理吗？怎么连谢慈莹是不是总裁夫人都不知道？可把我们害死了！强哥，我们该怎么办呀？这副总他是肯定不会放过我们的呀。大家不要被他骗了，他根本不是副总。谢思莹，你为了气我让我吃醋，还真是煞费苦心。说吧，这是你哪找的演员？多少钱啊？穿成这穷三样，连个保镖都没有，还敢冒充自己是副总？谢思莹，你请演员，你要请个专业点的呀！啊？演员？没错，你不就是看我如今我飞黄腾达了，不甘心，所以想挽回我。哦，原来就是个演员啊！我就说嘛，这一个首富，他怎么可能穿得跟个要饭的似的？演的还挺像，真把我唬住了。
我就说嘛，像副总这样的人，怎么可能看上谢慈莹那种上不得台面的东西？除非眼瞎。谢慈莹，别白费力气了，你的那些招数对我没用，我是不可能回头的。我的心里面只有双双。真是屁股上描眉画眼，你好大的脸啊！我们已经分手7年了，你是凭什么觉得我还会继续爱你的？你就是富强。你认识我？你认识我？也对，毕竟谢思莹之前爱我，你知道我也很正常。莹莹从未在我面前提醒过你，但我知道，因为富士教育基金会总经理的位置是我给你的。哎呦我靠，还在戏里呢！你给的，真把自己当副总了？你要是副总，怎么穿成这穷酸样啊？我衣服怎么了？我的衣服比你从头到脚加起来都贵，别扯坏了，你赔不起。你说你这衣服比我的贵，可笑！你知道我这衣服什么牌子吗？我这可是最新款的阿玛尼，一件就要10万块。我这一身够买你这地摊货10万件了。哼！傅先生，你是不是看错了呀？我看傅延川身上穿的那件，好像就是 Mr. 荣工作室的私人定制款呀。他这身衣服确实像 Mr. 荣设计工作室的私人定制，可是也不应该呀。Mr. 荣早就宣布退休了，不会再设计衣服了。绝不可！荣先生设计一件衣服要几千万，别说是1000万，他连1万都怕是拿不出来。阿强，快别说了，万一他真的是首副副总，那这件衣服就可能是私人定制，然后坏了我们真赔不起。放心，双双，谢子英之前爱我爱得死去活来，都为我独自生下了孩子，她不可能嫁给别人。所以谢子英不是首夫人，她也绝对不是首富。你不是说你这衣服比我贵吗？保安，你要干什么？很快你知道，给我把他衣服撕了，丢出去！上啊！愣着干什么？你们让开！放开我爸爸！富强，你赶紧把我们都放开！不可能，不就是一个地毯，我怎么可能赔得上？给我撕了他！住手！住手！你干什么？副总，您没事吧？没事。林董事呢？怎么还没来？我已经通知过林董事了，马上就来。你们竟然敢这样对首副副总，都不想活了吗？刚才的黄金聘书就是他送过来的，应该不会有假。那他真的是首富？如果他真的是首富，那身上穿的就是 Mr. 荣设计的衣服。刚才副经理说还要赔他1万件，天哪，这得多少钱呢？且不说多少钱了，这 Mr. 荣早就宣布退休了，花钱都请不来。哎呀，这副经理啊，这下可是遭殃喽！你们都给我闭嘴！我侄女婿还没说话呢，轮到你们在这嚼舌根吗？阿强，怎么办？他好像真的是首副副总，要不你去低头服个软，然后让姐姐帮我们求求情。你们两人之前不是在一起过吗？姐姐求情，副总一定会放过我们的。求他，他也配？大家不要被他骗了，他根本不是副总，谢慈莹也根本不是副总夫人。你凭什么这么确定我不是首富？你见过首富吗？我虽然没有见过副总，但是我这有副总为我夫人准备的黄金聘书。副总送我夫人的聘书上都是黄金打造，怎么像你这样的人就算？是吗？你这么确定黄金聘书是送给你夫人的？不妨打开看看，里面写的是谁的名字？怎么了，阿强？有什么问题？怎么会？
谢子莹，这聘书上写的是谢子莹的名字，她竟然真的是副总夫人。阿强，你不是说谢慈莹一定不是副总夫人吗？这能怎么办呀？小顾，不要怕，顾慈莹绝对不会是顾总夫人。可是强哥，这是黄金聘书啊！说说这个。一个假的聘书也想骗我，可惜了！你竟敢撕毁董事会会长的任命书，那又怎么样？阿强，可是上面写的是谢慈莹的名字，我们是不是真的搞错了？绝不可能，肯定是谢慈莹收买了他，让他在黄金聘书上写下谢慈莹的名字，好傍上副总。你真笨，你也不好好想想，谢慈莹跟我分手的时候就已经怀有身孕，副总怎么可能看上一个带球跑路的20岁女人啊？心甘情愿的当接盘侠，还敢冒充副总和副总夫人，真是令人笑中带忧。你说什么？再说一遍。哼，我说，也只有像你这样迷茫的男人，愿意捡我玩剩下的20后，也不嫌脏。阿强，你没事吧？混蛋，你敢打我，我今天道歉！我凭什么道歉？放开我！谢子莹，你看着干什么？还不快让他放开我！让他放开我！你干什么？放开我老公！你快放开我侄女婿！你们都死人了，愣着干嘛呀？快上去把这疯子拉开！啊！等，我道歉，谢子莹，我错了，对不起，行了吧？算了吧，别脏了你的手。我警告你，这次就算了，以后再让我听到半个侮辱莹莹的字，废了！废了我！刚才真是小瞧你了，让你装上了，我倒要看看，到底是谁废了谁！爸爸，你怎么了？你为什么替我打了莹莹？没事。副总夫人受伤了，必须赶快叫救护车，以免事态闹大。得赶紧通知林董事。你竟敢挡！谢子怡，你找死吗？我警告你，如果你再敢伤害我的老公和我的孩子，我保证不会让你后悔一世。你竟然为了他连命都不要了？他真的是你老公？你真的跟他结婚了？莹莹，你别说了，我送你去医院，你再坚持一下啊！谢子莹，你竟敢和别的男人结婚？你凭什么背着我跟他结婚？孩子是我的，你敢背叛我？你这个贱人，你也要不要脸？7年前我就已经跟你分手了，你凭什么要求我不能和别人结婚？有什么资格？你说什么？与我无关。上辈子要不是因为你，我怎么会过得这么惨？怎么会没有孩子？都是你毁了我的人生。你把我孩子还给我，把我的人生还给我！让开！把儿子还给我！给我让开！福强，你刚刚在说什么？什么7年前？什么毁了你的一生？结婚7年，难道你心里还一直想着谢子莹？还是说，你们两个这7年之间一直有联系，
你最好给我解释清楚！少少，别急，我应该跟你解释。保安，给我拦住他们！在这个贱人勾引我老公这件事情解释清楚之前，谁都不准给我离开！住口！我警告你，赶紧让他们给我让开！我老婆要是有个3长2短，我要你们全都陪葬！哟，陪葬？这家里没有镜子，总得有尿吧？你还真当自己是首富了？妈咪，你快睁开眼看看怡宝！爸爸，你快救救妈咪！他们这看着也太可怜了吧，副经理，要不然你就劝劝你夫人，就让他们走吧。是啊，这好歹也是校董欢迎会，闹得太难看了。要是待会儿撞见副总和夫人还怎么办呀？哎，强哥可是富士教育基金会的总经理，圣乔治国际贵族学校招生工作也就他一句话的事儿。我呀，劝你们想清楚，是想替这个冒充首富的穷鬼出头呢，还是想着为自己的孩子谋一个好的前程？等等，他手腕上的那只表好熟悉，好像今年全球拍卖会上的压轴拍品，那只价值1亿的钻石腕表。各位，我老婆现在急需去医院，你们谁能帮我？这块表送给她。叔叔阿姨们，求求你们救救我妈咪吧！只要你能救救我妈咪，我把压岁钱1000万全都给你们。这个表我见过，之前的时候是一个神秘富豪把它拍下来送给丈夫，当做结婚7周年的纪念礼物。现在既然出现在他手上了，那他就是首富啊！7周年，今年是我和谢慈莹分手的第7周年，不可能，不可能，这绝不可能，我不相信。如果他真的是首富，那这个小孩也一定有1000万。如果我帮了他，那不仅能够得到1个亿的钻石腕表和1000万，说不定还能待上富士呢。你们就不要再异想天开了。我哥养了谢慈明那么多年，我会不知道他什么德行？他如果帮上了，早就尾巴翘上天，回来给我们炫耀了。对呀，谢慈莹当年追我们强哥的时候，可巴不得让全天下的狗都知道。她要是嫁给了首富，我们会不知道吗？所以说，她是假的。强哥，你说呢？双双，不然先让他们先离开吧。富强，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还担心谢慈莹那个贱人？我不是担心他，这时间副总就要来了，到时候校董会的成员都要到来，要是让他们知道有人在董事会闹事，怕影响不好。只要我放了你们，你就把这价值1个亿的腕表送给我，而且你还要给我1000万。对，只要你愿意放我离开，并且保证日后不会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可以保证可以在富士外地的分公司给你的老公安排一个职位，并且对今天发生的事情进一步纠正。好啊，我同意。不过，你拿着一块假表出来骗人，当我傻呀？别装死，给我起来，把话说清楚！双双，你怎么了？阿强，我疼！你个畜生，敢打我老婆！你们要是再不开门，就不是一个巴掌的事情那么简单了。阿强，我受点委屈没关系，可是他们不止冒充首富和首富夫人，还私自在黄金聘书上面签字，他们分明就是想搞砸今天的欢迎会，想污蔑你。你可千万不能对谢慈莹心软。想毁了我，那也要看看他们到底有没有这个本事。来人，给我把他们分开！悠悠，这个大坏蛋真敢打我妈咪！我和你拼了！小兔崽子，虽然你是死者，死者那也是有限度的，你老实一点。富强，你有什么冲我来？放开玉儿！
是老子的儿子，我的家事还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插手。我警告你，你赶快放了我老婆和孩子，让我带莹莹去医院。要是出什么意外，就等着蹲监狱吧。笑话，谢慈莹能有什么事儿？不过就是脑袋被砸了一下，这不是没死吗？就是，姐姐从小到大呀最会装柔弱了。刚才的万一八成也是装的，不然怎么会被一针9婆醒？原来是装的，演技可真好，我差点就信了。哎，我还以为那表是真的呢。穷不可怕，怕的是穷还装。且不说这块表是不是真的，你会觉得一个小孩子他能拿得出来1000万吗？还压岁钱？就算是首富，他会给这么小的孩子这么多钱吗？要想我放过你们也可以，只要你愿意跪下来给双双磕头道歉，直到双双满意，我就放你一次。不好了，别走！副总和副总夫人在小礼堂被人欺负了，而且副总夫人还被人打了，需要赶紧送医院呀！什么？叫上所有保镖，跟我去小礼堂。下跪道歉！下跪道歉！道歉！你让我给他下，他以为你打了双双，给双双跪下来磕头道歉是天经地义。我告诉你，你跪也不跪，不跪也得跪。强，你快点让他们住手！你快放开我爸爸！谢慈莹，你想救他也可以。哼，他不愿意跪，你跪，正好上半辈子双双因为你惨死，这辈子你给他磕几个头，是应该的。副经理在说什么呀？不知道啊。富强，你敢欺负莹莹，我绝饶不了你！你心疼他，真想不通，他这种货色能让你这么在乎。好吧，既然你这么在乎他，你就乖乖磕头道歉，直到双双满意就放你。再说一遍，让我给这个贱人下跪，不可能！谢慈莹，你看到了吗？你为了他连命都不要，他却不愿意为了你磕几个头道歉。你不如乖乖认错服个软，来给我家当保姆。虽然你得不到爱，但是来到我家还是能补偿下辈子的事。富强，不管他再怎么样，在我心里，有你强就是个窝囊废。真是给脸不要脸，就别怪我不留情面。等等，等等，我答应你，我磕头，我磕。你那是什么表情？弄得好像我们欺负你似的。这明明这一切都是你自己自找的呀，早点道歉不就得了？就是，你们不仅冒充首富，让首富夫人还打人，让你们下跪道歉没报警，就已经很不错了。磕吧，我要听见响。天川，我求你了，也不要跪。贱人，你找死！你勾引我老公这件事儿还没说清楚呢，这里没你说话的地儿。给我闭嘴！就把他摁死了。叶川，爸爸，爸爸！强哥，欢迎会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我听说富士董事会有个叫四海的人，他的眼睛里可容不得沙子。阿强，要不然今天就算了，我看他们呀也受到教训了，别耽误时间了。就是阿强，我受点委屈没什么，正事要紧。你抓紧把玉宝的抚养权拿回来，把他们赶出去，别让他们影响欢迎会。双双，还是你是大体，老天能让我娶到你，真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气啊！谢思莹，念在往日的情分上，今天我就放过你们俩。这个签，我就让你们赶紧滚！睁开你们的狗眼，好好看清楚，我是谁！玉宝在法律上是我的儿子。虽然说这傅先生是孩子的亲生父亲，但是逼迫孩子和母亲断亲
这有点不地道吧？这孩子好像是跟着谢慈莹长大的，虽然他教唆孩子不认亲爹是不对，可是孩子还这么小，突然让他跟妈妈分开，怕是很难接受吧？也应该考虑考虑孩子的感受。还你儿子？你的儿子为什么姓谢呀？血缘关系大于一切。他现在身上流的可是强哥的血，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都一样。思阳，你也别怪我们这么做，毕竟你们没有那么好的条件，给孩子带不了更好的生活。我们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和孩子好呀。姐姐，孩子跟着我们直接就能进圣乔治国际贵族学院读书，也是减轻了你的负担。儿子是我的，谢思怡，今天我这个手皮，以后就别出现儿子面前。把那手拿过来。微信准备救护车。是。你们在干什么？你们在干什么？啊，林董事，您来了，怎么也不和我们说一声，我们也好去接您啊。这是怎么回事啊？啊，林董事，这个女人啊叫谢思莹，是我前任，以前呢一直嫌弃我没钱没本事，现在看我成了富士教育基金会的总经理，后悔了，非要来这闹事，还不让我跟亲生儿子相认。哼，为了我儿子着想，我只好逼他们签这个协议书。这是你打的？嗯，没错，是我打的。我也是为了我们校董会着想，他们非要在这闹事，我也只好给他们脸色瞧瞧。一身青红皂白打人，你不怕他们以后不让你在栾城混了吗？林董事，您是不是弄错了？我跟他在一起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听说过他这是什么上层圈子的人，根本不可能有什么靠山，怎么可能会让我在这个圈子活不下去？就是啊，林董事，这谢慈莹啊，是我从小带着长大的，她呀就是个保洁，这男的就是个跑龙套的演员，你不用担心。我可以作证，他们不仅大闹欢迎会，还打人。啊，没错，林董事，这个我也可以作证。你看，这就是证据。他们不仅冒充首富和首富夫人，还私自在这个任命书上签谢慈莹的名字。混蛋！哎，林董事，你打我干什么呀？这任命书是谢慈莹在伪造，跟我又没什么关系啊！林董事，我可以作证，谢思莹跟这个男人是一伙的，跟王东没有任何关系。而且这个男的还冒充自己是首富，实际呢穿着一身假货。我撕这个聘书的时候，他还阻拦我呢。看来是聘书是你撕的。当然，副总特地交代过让他带副总夫人参加，我怎么能让这种不入流的东西入副总的眼呢？林董事，不仅如此，他呀眼看装不下去了，还想逃跑，不过呀被我们识破扣了下来。冒牌货，现在林董事来了，你的好日子到头喽！是啊，林董事来了，有些人的好日子确实到头了。呦呦呦，现在怕了，我告诉你，晚了。父亲，你来。林董事，你有什么吩咐？林董事，您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林董事，虽然是因为阿强这谢慈莹带人来闹事，可是阿强已经教训过他们了。阿强这事怪不到他头上啊，他也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呀。林董事，虽然我们敬重你，但是阿强也是富士教育基金会的总经理，我马上就是圣乔治国际贵族学校的校董会会长，论职级，我们不用看你脸色。会长，蠢货，两个蠢货，瞎了你们的狗眼，竟然这么对待首富和首富夫人！什么？他是首富，谢思莹是首富夫人。林董事，您是在开玩笑吧？他们怎么可能？滚吧，蠢货！要是他们有什么事儿，就等着把牢底坐穿吧。
对不起，副总，我来晚了。您没事吧？完了，他真的是首富，那谢子英就是首富夫人了。那我刚才怎么办？谢子英是个贱人，怎么会嫁给首富呢？老公，谢子英不是最爱你吗？她不是给你生了个儿子吗？怎么她嫁给首富？难道不知道吗？怎么可能？谢子英是首夫人，她怎么可能嫁给首富？让最好的医疗团队给我候着，必须确保我夫人没事。您放心，栾城最好的医疗队已经准备好了。莹莹，走，我们去医院。放心吧，我没事。莹莹，莹莹，妈咪。把他们给我看好，一个不许放过。要是我夫人有什么事，在场的有一个算一个，全给我陪葬。您放心，有我在，一个苍蝇也飞不出去。老公，我是怀孕了，又不是残疾了，你搞个轮椅来干嘛？太夸张了。老婆，你昏迷这么久刚醒，医生说了，你要注意休养，尤其是怀孕前几个月。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们家的大熊猫，我要照顾好你，不让你受一点伤害。哎，等一下，富强，现在他们在哪儿？还在小礼堂。带我过去，有些事情你该做的。难道谢慈莹真的是首富夫人？副总爱妻胡儿的名声在栾城是出了名的，刚才那样对谢子莹，死定了！都怪你们，对，都怪你们！要不是信了你们的鬼话，我才不会得罪副总和副总夫人。你们怎么能怪我们呢？那谁能知道谢子英就是首富夫人呀？他们穿的那么普通，根本就不像有钱人。都怪你！你不是说副总器重你吗？所以才把这次欢迎会交给你全权负责。你为什么没有认得出来呀？这下全完了！我刚刚那么欺负他，他们肯定不会放过我的。你不是说肖总会长是傅夫人的吗？那谢慈莹是副总会长，你为什么不知道？傅先生，我终于是你的合法妻子了。不就一张纸，值得那么高兴吗？当然值得高兴了，而且不仅值得高兴，还要跟你在一起一辈子，我们白头到老，好不好？对，不仅是这辈子，还有下辈子、下下辈子、下下下辈子，我都要跟你一直在一起。我只跟你在一起，我们生好多好多孩子。听你的。他说过，他这辈子只嫁给我，还要跟我白头偕老。谢慈莹是首富夫人，刚才那个男人是首富，那我刚才摔的那块表，1个亿的钻石腕表啊！阿强，你快想想办法呀！1个亿，我们倾家荡产都赔不起啊，怎么办呀？Turn around 짙은 안개 넘어 비춘 red light Look around 副总，我都是被富强这个混蛋给误导了，您可千万别都怪罪到我的头上。是啊，副总、傅夫人，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没有认出来你们。但是你们能不能看在我没有欺负你的份上，放过我呀？大家怎么都这么害怕呀？我夫人很善良的，只要你们愿意诚心道歉，我也不是不能原谅你们。大家放心，
我老婆身上的每一道伤，我都会跟你们一一清算。副总，我知道错了，我真该死，你就饶了我吧。是他，都是他，是富强指使我的。傅夫人，您就看在我们认识这么多年的份上，你就饶过我这次吧。确实啊，我们认识了这么久，你还是跟之前一样，是个趋炎附势的小子。别着急呀，还没轮到你。秦双双是这，是他，就是他说这个黄金聘书是给他的，而且他不仅欺负你的夫人，还抢小少爷的黄金聘书。没错，就是他，他还说小少爷是抢劫犯，而且他还把小少爷给推倒了。原来你就是傅经理的夫人，我没记错的话，刚才就是你用酒泼的我夫人。干嘛这个表情啊？我又不会吃了你。我夫人之前还跟我提过，说你好像是她的一个继妹。对。副总，我错了，我求求你饶了我好不好？姐姐，我不是故意的，我求求你，我只是太爱阿强了，我怕你抢走他。你他看在我们这么多年姐妹情分上，放了这些。姐妹情分？什么情分？是小时候你仗着父亲的宠爱欺负我的情分，还是在我还没有跟富强分手的时候不知廉耻、知三当三的情分？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那还请各位帮傅夫人一个忙。既然傅夫人这么喜欢泼酒，那就请各位帮一忙吧，让她好好过把瘾。傅经理，听说你很受我青睐。傅总，你之前说这件西装是阿玛尼的新款，价值10万块，也是我的衣服都是荣先生派人送到我家里的，一时没让你认出来，真是不好意思。老婆，我记得他说过，好像要赔我1万件吧？对不起，傅总，是我见识短浅，我不知道您这衣服是定制的。我老婆还没说话，别插嘴。可笑，你知道我的衣服什么牌子吗？我这可是最新款的阿玛尼，一件就有10万块，我这一身够买你这地摊货10万件了。富强，严春的衬衣价值100万，要是赔上万件的话，应该需要上百亿吧？您是现金支付还是赔日付？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那衣服那么贵，这么多钱我根本赔不起啊！我是吗？拿不出来。副总，对不起，是我错了，你饶过我，您大人有大量，不跟我计较好不好？您帮帮我，上一次我们好歹是夫妻，你就帮我跟副总学做情，放过我好不好？阿强，你怎么样？姐姐，你之前那么爱阿强，还为他生了一个孩子，现在你非让这都变疯狂了，嫁给首富，你这么对阿强吗？我不能这样对你，是吗？那他之前又是怎么对我的？还有，你们是怎么确定玉宝是父亲的孩子？你真的是我不对，我不该故意伤害你，我只是不知道你是首富夫人。你不是不知道，你只是不想承认。你不想承认我离开你以后过得比你好，你也不想承认没有你我的人生会更精彩，不是吗？不是的，你。我只是一时间没有适应，好不好？你原谅我啊！我看你现在也好好的呀。富强，你不是想让我原谅你吗？好，我可以原谅你。你喜欢磕头道歉是吧？那么现在你就给我跪下磕头道歉，直到我满意为止，如何？
夏子莹，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都说了这是个误会，你为什么还是要一定羞辱我？你明明知道我最在意什么。所以你欺负我的时候就说是误，我只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已，你就受不了。老婆，我看他们根本不是想诚心道歉，不如直接移交给警察处理吧。别！我道歉，我道歉，我可走。可以了，言川，我累了。好的，再给我几分钟。副总，我什么都没做，都是付强和秦双双，都是他们。啊，对了，您刚才那个价值1000亿的腕表，还是我认出来的。你也没少落井下石啊，副总，是付强，他一直在拖我下水，他一口咬定了您就是一个临时演员，您的夫人就是个清洁工，还说你们都是个普通人。如果我早就知道了您就是首富，这位是首富夫人的话，我绝对不会让他们这样对你们的。普通人怎么了？普通人就可以随意欺负我？你比普通人高贵到哪儿去了啊？副总，哎呀，副总，我一直都是被付强给压迫的呀。我的孩子马上就要上学了，而付强他又是富士教育基金会的总经理。那如果我不听他的话的话，我的孩子上学一定会受到很深的影响。没错，我们都是为了孩子。我错了。副总，我真的知道错了，求您原谅我吧。我夫人当初提议建立圣乔治贵族学校，就是为了让教育不分贵贱，普通人也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可如今这片净土被你们这群臭虫弄得乌烟瘴气。从今往后，我不希望在栾城看到你们。滚！至于你，革去富士教育基金会总经理一职，并且富士永不录用。还有你刚才损坏的腕表是我夫人送我的7周年纪念礼物，价值1个亿。我限你3个月之内将这笔赔偿打到富士集团的账户上。1个亿，就算把我卖了，我也拿不出来呀！拿不出来？你不是还有富强了吗？富强，你们不是夫妻吗？你不是还跟我说娶到秦双双是你上辈子的福分吗？小福分，你的富强老公刚才说他有的事情，不是吗？副经理，老婆，我们回家吧。放我下来，我自己能走。不行，医生说了，你怀孕了，不能受累。走吧。等等，夏子妍，你怀孕了。跟你有关系吗？有关系的，妍妍，你说过你这辈子只嫁给我，你还要和我生好多孩子，你怎么能跟他？够了，富强！我们之间的亲情已经在你选择秦双双领证结婚的那一天彻底烟消云散了，你忘了吗？忘不掉。既然你怀孕了，那你就把我的儿子还给我，好不好？反正你跟他也已经有了孩子，对不对？那你就把我的孩子还给我，还给我！富强，我再跟你说一次，玉宝的亲生父亲是言川，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你要是再敢打我儿子的主意，小心我让你生不如死。副经理，男人这一辈子一定要活得明白。我会送你一份大礼，你应该会感谢我。副总给你看的什么呀？滚开！不是啊，你冲我发什么疯啊？阿强去哪儿？等等我！富强，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儿喝酒？双双呢？
男人，不工作不赚钱，还不做家务，真是个废物！骂谁是废物？阿强，你这是怎么了？工作没了可以再找，你别着急。别装了！之前我一直以为你比谢慈莹善解人意，没有那么多心眼。现在你让我知道，你跟他原来就是一路货色。什么啊？你自己好好看看。谢慈莹名声尽毁，她的一切都是你的了。阿强，你听我解释。别碰我！当初要不是被你们算计，我绝对不会娶你，事情也不可能闹到今天这个地步。谢爽爽，你真令我觉得恶心。陆家，你给我好好说清楚，你凭什么这么说我？别逼我对你动手！富强，你怎么会这么说话呢？还想对自己老婆动手，你是不是个男人？好啊，我都想把这个孩子给你生下来了，结果你现在这么讨厌我，那我们就去离婚，我现在就去医院把孩子打了。爽爽怀孕了，我有儿子了。爽爽，爽爽，你要去哪？老公，你看我们的宝宝。谢思莹，你怎么在这儿？我跟你说话呢，你没听见吗？我跟你说话呢，你没听见吗？放手！不放！秦双双，我警告你，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们眼前。你别忘了，你还有7天时间还你欠的那1个亿。对不起，我只是关心姐姐。我可没有你这样的妹妹。双双，副总夫人，老婆，我们回家。双双，之前是我不好，对你发脾气，你不要生气了，你别打这孩子，以后我们好好过日子。要不是你天天在家喝酒不去工作，没有收入来源，我们拿什么过日子？拿什么养活孩子？还不如我去医院把这个孩子打掉，省得以后跟我们受罪。双双，对不起，是我错了，我保证我会尽快找到工作的，会挣钱养活你和孩子。双双，你相信我，再给我次机会，好不好？要不是我和王东的孩子急需一个名正言顺的身份，我早把你这个窝囊废给踹了。好啊，这次是你说的，我再信你一次，可别让我失望了。让一让。你长没长眼睛？知道我这个手链有多贵吗？赔钱！双双，你那就不好惹，我们还是不要生事了。你这手链没多少钱，要不就算了吧。富强，你是不是我老公啊？我受了委屈你不帮我就算了，你根本就王八拐，是不是个男人？双双，别闹了，跟我回家，快！我不！
哎，这位小姐，你手里的手链能给我看一下吗？你什么意思？老先生，实在不好意思，我老婆怀孕了，脾气不太好，您别跟她一般见识啊。走，跟我回家。不，走。这位小姐，请放心，如果是我手下不对，我不会赖账的。只是你这个手链我看着眼熟，好像是有点误认的问题。误认？这是我妈给我的。你认识我妈？你母亲？快给我看看。这是我女儿的，没错，你就是我的外孙女啊！这么多年了，我终于找到你们了。老头，你胡说什么呢？什么外孙女？我根本不认识你。住口！我们家先生可是著名设计师荣先生，怎敢对他无礼？住手！你什么时候成为荣先生的外孙女了？他可是著名设计师，想请他设计的衣服，花钱都请不上呢。我怎么知道啊？该不会是骗子吧？我看不像。不如你先认下来，看看他什么目的。如果我成为有钱人的外孙女，你这个窝囊废就别想再拖累我。吩咐下去，3天后，我要为我的外孙女举办认亲宴。到时候，我会向所有人宣布她的身份。莹莹，荣先生13多年的外孙女找到了，他邀请我们参加他的认亲宴。这是好事儿，而且干外公对我和玉宝都很好。对了，老公，我想送给干外公一份大礼，好吗？那是自然。荣先生早就认你做他的外孙女了，这次找到了自己的亲外孙女，也算是此生无憾了。双双，你们先去，我去见个老朋友，等会儿就来。外公，那我们上去等你。好，一会儿见。双双，这大庭广众之下，你好歹给我个面子啊！要不是你没本事，我至于去求外公还那1个亿吗？要不是富强那个废物之前没认出来首富，我也不至于损失1个亿。那老东西也没几年可活了，只要等他死了，他的财产就都是我的了。真是阴魂不散啊，谢子英，你怎么在这儿？因为这家酒店是富家旗下的。就是有几个臭钱嘛，你自己有什么能耐？还不是靠你老公。我有什么能耐？应该不需要你的认可吧？你还是不是个男人呀？就这么看着你老婆被人欺负？你们给我站住！秦双双，你又想干什么？你们为什么跟着我们？这是我家的酒店，自然想去哪就去哪，跟你有关系吗？行了，双双，少说2句。别忘了今天我们要做什么。不好意思啊，莹莹，你没事吧？这个秦双双真是太可恶了。老公，没事。今天是干外公的认亲宴，我们不要和他们计较。我可是荣贞华先生的外孙女，你怎么敢拦我呀？今天这场聚会就是被我办的。你说是就是啊，这年头冒着荣先生外孙女的都快排到法国了。双双，外公马上就来了，咱们就等会儿没关系。哎，这人多，咱别闹了。我怎么嫁给你这么个没用的东西？凭什么他们就能进啊？他们是酒店老板，他们不能进，能让你这个冒牌货进吗？也是，以我外公的身份呀，来这里聚会，他们来捧场就是应该。外公，你可算来了。怎么不进去啊？就是他不让我进。外公，我怀了宝宝，腿都站酸了。今天起，你被开除了，滚！外公，哎，什么？外公？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双双，就是我找了多年的外孙女，
这是怎么回事？妈明明跟我保证过认亲这事儿万无一失的呀。双双妹妹，别来无恙啊！谢雅的父亲根本就不是荣振华，虽然我不知道你是怎么骗过荣振华，绝不会让你胡作非为。姐姐，没想到我们在这儿也能见，真是有缘。你们认识？当然，不仅认识，而且还认识了几十年了。外公，之前都是姐姐照顾我。姐姐，这些年真是辛苦你了。谢子英，你这个贱人，给我等着！不会让你和荣振华相认，他只能是我的外公，他的一切也只能是我的。哎呀，既然你们认识，那我就不多客气了。来，快入座吧。我女儿也就是双双的母亲，是我跟初恋秀芳的孩子。当初父母不同意我和秀芳的婚事，就带着我出国，后来我们就断了联系，直到后来我才知道，当初我离开时，秀芳已经怀了我的骨肉。可当我回去找的时候，秀芳已经带着孩子搬了家。这一找就是30年了。好在上天待我不薄，给我送了这么漂亮懂事的外孙女呀。外公，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啊，还好现在让我遇见了你，以后我也是有外公疼的人了。好啊好啊。莹莹，你怎么了？哪不舒服吗？没事，只是看外公跟秦双双这么亲密，我心里有点堵。要紧吗？要不跟你外公说一声，咱们先回去。不用了，外公好不容易这么开心，我们还是别扫他的兴。好。外公，莹莹，我有事跟你说。有事？外公，首先我先祝贺你得偿所愿。你什么时候学会跟我绕弯子了？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果然什么事情都逃不过您的眼睛。你呀，是不是想问关于双双的事情啊？秦双双她是你的继妹，我想知道您是怎么确认她就是您的亲外孙女的？继母感觉也不是你描述的秀芳干外婆的样子呀。这是当初我送给秀芳的定情信物，现在这手链在双双手，而且她说这是她妈妈留下来的，那不就是说她是我的亲外孙女吗？这条手链我怎么好像在哪见过？这条手链我怎么好像在哪见过？这张是秀芳年轻时候的照片，这一看倒是跟你有点相像。这跟继母也不像啊，时间真的能让一个人的样貌改变这么多吗？谢子阳，你这个贱人！小时候跟我抢爸爸，以前跟我抢男人，现在又想跟我抢外公，我绝对不放过你的。干外公，其实我想说，已经过去几十年了，我还是建议你，有时间的话，做一个亲子鉴定吧。行，既然你提出来，一定是有你的道理，那就找个时间安排一个亲子鉴定。那我先回去了。好。双双，怎么了？没什么。阿强，外公呢？去哪儿了？外公刚才说去卫生间，还没回来呢。哎，奇怪，外公这都去多久了？按理说应该回来了才对。副总，不好了！荣振华从楼梯上滚下来，昏迷不醒，已经送去医院了。什么？怎么回事？从监控上看，是有个人从后面推他一把，但是那里是监控盲区，根本就没拍到脸。不过什么？你快说呀！到底是谁害了外公？有话快说。不过荣振华先生出事前
只跟夫人您见过，而且事发前后也就夫人您一个人去跟荣振华见过面，周围没有别人。不是听说荣振华已经认谢慈英为干外孙女了吗？他怎么会是杀人凶手？听说荣先生原本要把所有的财产留给这个该外孙女，只不过这次亲外孙女找不到了，这段时间好像要修改遗嘱。莫非是你想谋夺荣先生的遗产，所以才杀了他？好啊，谢子阳，帮我外公对你那么好，你居然还谋害他，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谁是谢思莹？谁是谢思莹？我就是。谢小姐，你涉嫌故意谋杀，请跟我们走一趟。你们搞错了，我夫人不会谋害任何人。这位先生，请你不要妨碍我们的公务。您妻子有没有罪，还需要交给法律来定夺，请你让开。如果我不让呢？好了，别为难他们。清者自清，我跟你们走。英英，你放心，这件事我一定会一查到底，绝不会放过伤害你和外公的人。言川，但是你要答应我，照顾好玉宝，别让他担心我，好吗？好。走吧。这次我看你还怎么翻身，这辈子你都别想出来了。老婆，你受苦了，我已经查清楚了，推荣振华下楼梯的就是秦双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连自己的亲外公都要害，为什么这么累？老婆，你看的这份是你的。什么？我的？这是我和干外公的亲子鉴定。荣振华是我的亲外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恐怕只有问秦双双本人才能知道了。近日，著名的服装设计师荣振华先生坠楼重伤，生命垂危。据悉，其7日前才找回失散多年的外孙女秦双双。秦双双女士将于明日召开董事会，正式接手荣振华先生工作室的一切事务。这工作室是我外公一生的心血，秦双双上次没有彻底害死外公，这次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老公，我这次一定不能让他得逞。老婆，你放心，你外公现在很安全，只不过他年纪大了，身体和相机能退化，经过这次重创，恐怕时日无多。都怪我，要不是因为我的话，我要是早点发现这个秦双双，外公就不会受伤。这不是你的错。外公，对不起，外公，我来晚了。哎呀，你来了，外公对不住你，没有早点把你认出来。言川，以后拜托你，照顾好莹莹，我的时间不多了，很快我就可以见到秀芳了。外公，你放心，我一定不会让莹莹再受到伤害。我这辈子辜负了你外婆，你母亲，也辜负了你。如今你要解脱了，希望我见到他们的时候，不要外公不幸离世，我无比心痛。我才刚和他相认，还没来得及孝顺他。双双，节哀，外公肯定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子。荣振华先生此前曾有遗嘱，名下所有的一切都由秦双双女士继承。从今日开始，秦双双女士便是荣振华工作室的法人。我反对。谢慈莹，你个谋害我外公的凶手，谁让你进来的？我要报警！你报？什么意思啊？我老婆的意思是，即使警察来了，也是先抓你这个冒犯。诸位，这是荣振华先生与我妻子的亲子鉴定书。荣振华先生的亲外孙女，正是我的妻子。
荣征华先生的亲外孙女，正是我的妻子。而这位秦双双女士与荣征华先生没有任何关系。你胡说，这是假的，是你们伪造的，我才是荣征华的亲外孙女儿。秦双双，你死到临头了还敢嘴硬？我外公就是你亲手推下楼梯的，你以为把监控毁坏了，我就找不到其他证据了吗？不可能，我没有。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秦双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你到底为什么要谋杀我祖父？为什么？明明我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凭什么所有人都喜欢你？冯江不要你了，你却嫁给了首富。我好不容易有个外公，最后还是你把他给抢走了。凭什么所有人所有好事都在你头上？所以谢子吟说的都是真的，一直都在骗我。谢双双，连我都骗。话有不合。你个废物！要不是因为你没本事，我至于去顶替谢子莹吗？你别忘了那1个亿是怎么还的。你别忘了那1个亿是怎么还的。姐，你别给我进那1个亿！要不是你，我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强，你个杀人犯！哎，来！秦双双，杀害我祖父以后的日子，你就在牢里过。姐姐，我求求你了，姐姐，我不能坐牢啊！我求求你放过我好不好？现在才知道道歉，难道不觉得晚了吗？桑，你替我跟姐姐求求情好不好？你们两个以前不是好过吗？我肚子里还怀着你的孩子，我不能坐牢啊！你呀，双双做的确实不对，但是你能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先让双双先把孩子生下来，再定顶外公赎罪？好，孩子是无辜的，我答应你。我不答应！富强，你到底是谁老公啊？你怎么能帮着谢子莹害我啊？莹莹心软，我可没那么傻。富强，管好你的老婆，等她把孩子生下来，我要她把牢底坐穿。外公、妈，你们放心吧，我已经接手了工作室，我一定会好好经营的。副总，富强那边传来消息，秦双双逃跑了，派人去找，务必找到。是。我们走吧。谢小姐，莹莹，你是谁？秦双双，放了莹莹！双双，放了莹莹！别再一错再错了！谢子莹，你真该死！凭什么他们都在乎你？你知道我有多羡慕你吗？连我老公都站在你这边，为什么你能轻轻松松的就得到这一切？秦双双，你疯了！秦双双，只要你不伤害莹莹，以前的事情我都可以既往不咎。言川，你别求他，没用的。谢子莹，你是知道自己死到临头了，所以连挣扎都不挣扎了吗？只要你开口求我，我就给你一个机会，怎么样？你害死了我外公，我死都不可能求你。谢子莹，你找死！哎，别！我求你，
就当看在孩子的份上，你别再做错事了，就当给孩子积点德吧。富强，你这个王八蛋！我跟你结婚7年，你心里却还想着谢子英。我实话告诉你吧，我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你的，是王东的。什么？这事儿他不是应该最清楚的。你患有弱精症，根本就不可能有孩子。我凭什么要在你身上浪费时间？当初要不是看你进复试，早就把你踹了。贱人！我对你这么好，你居然敢背叛我，良心被狗吃了吧？你也别跟我提良心。当初谢金那么爱你，你不是还是把他甩了？富强，咱们两个是一路货色，谁也别嫌弃谁。哎，秦双双，秦双双，只要你放了莹莹，我保证不会动你，还会送你离开。真的？叶川，不行，你闭嘴。那好，给我准备10亿现金，再把我送出国，我就把他放了。可以。准备好10亿现金，再备1辆车。谢子英，其实我早就知道你们不会放过我的，所以我这次来就没打算活着离开。只不过我死也要拿你做垫背的，也要拿你做垫背的。秦双双，你要的东西我已经准备好了，但是车在山下开不上来，你要自己下去，先把莹莹放了。谢子英，你命是真好，只是可惜，你还是输给我了。莹莹，啊！富强，你居然还愿意替他去死？那你当初为什么要抛弃他来娶我？富强，你混蛋！莹莹，对不起。你先别说话了，救护车已经在山下等着了。不用了，伤口已经很深了。莹莹，上辈子是我一直觉得你拖累了我，没想到是我拖累了你。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你我之间已经两清了。重要，对我来说重要。如果当初我早点识破双双，是不是我们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不，就算没有秦双双的话，我们也不会有好结果的。富强，从始至终，你只爱你自己。老婆刚睡着。老婆，秦双双那一刀伤得太深，富强器官衰竭，抢救无效去世了。啊，那就好好安葬他吧。对了，秦双双的判决也下来了，无期，他下半辈子恐怕都要在监狱里度过了，也算是给外公一个交代。老公，一切都尘埃落定了，这辈子遇见你真好。不止这辈子。傅延川，难道你也重生了？